在各种 AI 产品集中爆发的今年，低调的谷歌除了大型语言模型巴德之外，也悄悄推出了不少其他的 AI 工具。本期要介绍的是谷歌 Workspace 产品中正在测试的4个有意思的 AI 功能。Workspace 包含了一系列生产力工具，比如大家常用的 Gmail、谷歌文档、表格、幻灯片等，可以理解为谷歌自家的 Office 产品。Workspace 中新增了一个叫 Duet AI 的功能，没有官方的中文译名，暂时可以叫它协作 AI。协作 AI 可以帮你在 Gmail 中根据邮件内容撰写合适的回复，在文档中按照你要求的格式生成不同的文本内容，也能帮助你修改现有的文本。在表格中创建你想要的表格模板，自动生成幻灯片以及不同的 AI 图片。从功能预览上来看，对标的就是微软的 Microsoft 3.5 Copilot。不过我想吐槽一句，谷歌的美工跟微软的差距还是蛮大的。微软虽然雷声大雨点小，但是预告片做的比谷歌好看太多了。回到正题，首先这些功能并没有全面开放，所以我们得先获取测试资格。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你的 IP 地址和账号地区位于美国；第二，请把你的产品语言改为英语。接着访问以下这个网页，加入 Workspace Labs 的等待名单，如果通过了，会发邮件给你。进入 Gmail， 在收件箱中选择一封英文邮件。其实中文邮件我也有试过，不过 AI 没法识别邮件内容。这是一封 OpenAI 的账单回执，在下方点击回复，在文本框下面会出现一个叫 Help Me Write 的功能，输入你想回复的内容大意，不少于3个单词。底部左侧的按钮是重新生成，第2个按钮是调整回复内容，有4个选项，分别是转换为正式语气、加长文本、缩短文本和手气不错。手气不错这个选项很有意思， AI 有可能会根据你的邮件内容写一首诗、写一首歌，或者加入一些无厘头的搞笑句子。写好了之后，点击右下角的插入，自己修改一下内容就行了。新建一个文档，你的输入光标左侧会出现一个叫 Help Me Write 的按钮，它的功能会比较类似于 ChatGPT 这种，也是让 AI 生成你想要的文本内容。不过它的优势是直接嵌入在文档中，比如你正在写文档，但是又不想切换到浏览器去搜索某个特定的名词，就可以让 AI 直接写给你。我这里举2个应用场景。第一个应用场景，让 AI 帮我生成特定格式的文本。假如我是个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不知道写简历应该用什么格式，需要包含哪些内容，就可以直接让 AI 写个模板给我。第2个场景，我正在写一份介绍 ChatGPT 的文章，想在文章里面同时加入 OpenAI 这家公司的介绍，也可以让 AI 去帮我完成搜索和总结这一系列操作。Refine 功能的选项跟 Gmail 中一样，不过多了一个叫 Rephrase 的功能，效果是保持当前文本内容，改用不同的格式进行撰写。新建一个表格，右侧会出现一个叫 Help Me Organize 的功能，你也可以在工具栏中撤销按钮的左侧找到它。表格里的协作 AI 还在早期阶段，功能比较单一，目前可以根据你输入的要求自动帮你创建表格模板，后续会逐步开放自动填充内容的功能。我现在让 AI 帮我创建一个办公室采购清单的表格模板。基本框架没问题，但是我发现它似乎没有在表格中添加对应的函数。在我改变单价或数量的情况下，总价并没有自动求和。新建空白幻灯片，在上方工具栏的最末尾找到这个叫 Help Me Visualize 的按钮。暂时还没开放像宣传视频中那样自动创建幻灯片的功能，目前只能生成图片。写好你的图片描述，选择一种图片风格，点击 Create，20秒左右可以生成完毕。点击图片即可插入到幻灯片中。经过我的不少测试，这应该是谷歌自己训练的一个 AI 绘图模型，因为生成的图片质量实在挺一般的。从长远来看，谷歌这几个 AI 功能肯定是有竞争力的。首先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提升工作效率。第二，使用便捷，功能全都集成在网页端，
点开就能用。第三，免费，至少目前谷歌没提收费的事情，当然不保证以后会不会收费。反观微软的 Copilot， 一个月要$30。缺点呢是功能暂时比较单一，而且只支持英文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 AI 资讯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